掌握任何身体技巧都需要练习，无论是表演旋转、演奏乐器，或是投掷棒球。练习是为了进步而重复某一动作，让我们能更轻易、快速、自信地做出动作。那么练习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，使我们更擅长做事呢？我们的大脑有2种神经组织，灰质和白质。灰质在脑中处理信息、传送消息和感觉反应至神经细胞。另一方面，白质主要由脂肪组织和神经纤维组成。要移动我们的身体，信息需要由大脑中的灰质沿脊髓而下，经过一连串称为轴突的神经纤维，最后传至我们的肌肉。那么练习或重复动作如何影响我们大脑内的运作？位于白质中的轴突被称为髓磷脂的脂肪物质包裹，这种髓磷脂的包裹或称为髓鞘，似乎会随练习而变化。髓磷脂就似电线的绝缘表面，它防止脑使用的电信号能量流失，使它们更有效率地沿神经路径移动。最近一些关于老鼠的研究提出，重复身体动作会增加绝缘轴突的髓鞘层数。髓鞘层数愈多，轴突的绝缘性愈高，形成类似信息的高速公路，连接你的脑和肌肉。因此，虽然很多运动员和表演者将他们的成就归功于肌肉记忆，事实上，肌肉本身没有记忆，相反的，可能是神经通路的髓鞘形成，为这些运动员和表演者提供了更快、更有效的神经通路的优势。很多理论尝试量化精通技巧所需练习的年月时数。虽然我们还没找出那个魔法数字，但我们深知掌握技巧并非只关于练习时数，同时关乎练习的质量和有效性。有效的练习是持续的、专注的，重点在于练习的内容或弱项，是在当时能力可及的边缘。如果关键是有效的练习，我们如何能够在练习时间中收获最多呢？试试这些秘诀：专注于手头的任务，关闭电脑或电视，并将手机置于飞行模式，以尽量减少潜在的干扰。在一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观察了260名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平均来说，那些学生只能每次专注于任务6分钟。笔记本电脑、智能手机，特别是 Facebook， 是大部分干扰的根源。慢慢开始或是慢动作进行，协调是创建在重复之上，无论动作正确与否。如果你逐渐增加重复优质动作的速度，就更有可能做得正确。另外，经常重复动作搭配休息是优秀表演者共同的练习习惯。一些研究发现，很多顶尖的运动员、音乐家和舞蹈家每星期花50至60小时从事他们特长相关的活动。很多人会将他们有效的练习时间拆成多个有限长度的日常练习小节，最后在脑中以沙盘推演来练习。虽然这有点令人惊讶，但一些研究提出，当身体动作已被创建，单凭想象便能加强印象。有研究把144位篮球员分成2组，组别 A 身体力行练习单手罚球，而组别 B 则单靠想象来练习。2星期后，研究最后测试他们的能力。2组内的中级和熟练球员进步程度近乎一致。随着科学家日渐接近解开大脑秘密的同时，我们对于有效练习的理解只会日益加深。与此同时，有效练习是挑战我们各自的局限，不断突破、进展潜能的最佳途径。既然你知道练习如何影响你的大脑，接下来通过此视频了解演奏乐器的正面影响，或通过此视频探索能掌握双语的好处。